嗨，大家！今天这个视频呢，是我的年度爱用无敌胆汁年度爱用香水。我从我的200-300瓶香水里面选了我今年使用频率最高，是我今年最喜欢的5瓶。根据我的风格，你们也知道，今天这5瓶香水就是单人必备的清冷感仙女香。我这次呢，尽量的避开了一些已经给你们推荐过无数次的香水，所以呢，这次的5瓶香水里面有4瓶都是新面孔，只有1瓶是我的人生挚爱，我需要再给你们讲一遍。那我们就先从新的开始。第一瓶呢 ，The Label 的城市限定37号柏林香橼。我24年呢，陆陆续续的买了5瓶 The Label 的城市限定，37是我其中喷的最多的一瓶。首尔、上海、东京、墨西哥、柏林。说实话，这几瓶除了上海那瓶我都很爱，37的这瓶柏林跟东京10，还有墨西哥39，这3瓶呢是我目前最爱的3瓶的 Label 的香味。其中柏林的这瓶呢是我的爱中之爱，甚至它在我心里我觉得已经超过了10号那瓶玉创木。那 Label 的香水呢，我觉得留香时间都不算特别的长，6小时左右。这瓶37呢，首先香橼它是一个像佛手柑那种比较大的表皮比较粗糙的那种柑橘，大大的丑丑的，我没有见过有人吃它，它就是基本上是用作香料的，比较偏酸的一个味道。首先你第一次闻到它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柑橘木质调，它的木质调我觉得还是蛮明显的。其次呢，它的前调跟中调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柑橘跟生姜的这么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呢是非常经典的。它这个姜我觉得很神奇，它本该是一个非常辛辣的味道，但是其实它在这一支里面非常非常的柔和，所以姜跟柑橘的搭配完全没有那种辛辣刺激的辛香料带来的那种非常锋利的味道，有点湿润，然后有点柔和又很平和自由的这么一个味道，在温凉里面带了一丝丝的甜味。它的香料表里面其实是没有花香的，但是我觉得生姜它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因为它有时候可以闻起来非常的辛香料，然后有时候呢又可以闻起来带着一点花香，有时候又闻起来有一种那种甜丝丝的果香味，时而呢它又会有点木头味。它的尾调呢是木质香、麝香跟龙涎香，这3个尾调融合在一起，它也是一个非常柔和非常沉稳的味道。那它作为一个城市限定，它跟柏林有什么关系啊？柏林我没有去过，但是我一直听我几个朋友说柏林是绿化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城市，冬天呢又非常的冷，所以呢当地的人冬天会比较喜欢喝生姜柠檬茶，所以呢这支香它整体给我一种在柏林的初春，前一天刚下过雨，但第2天地面上都已经干了，空气中还带着一点点湿润，因为是初春，所以呢也会有一点点小冷，所以呢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很清瘦的男生，穿着一件长长的黑色风衣，围了一小块那种丝质的黑色围巾，带点流苏的那种感觉，然后走在长满了绿绿的小树，同时地面上又是一个湿湿润润的一些草坪的河边，一直在行走的手里夹着书的清瘦男生的这么一个形象，是给人的感觉清冷，但是呢又是温凉，又很柔和，又很平静，但同时呢这个香橼带来的微微酸的柑橘调又会给我一种很年轻的感觉，所以呢这瓶37柏林啊整体是偏中性调的，所以我觉得男生女生去穿它都会非常的合适，而且我觉得它特别的适合春夏冬，是跟10号玉创木一样，会闻了以后让人觉得内心很平静又很自由很温和的这么一支香水。如果你们今天在我的视频里面种草了任何的香水，我建议你们就是要么去专柜拿他们的一个试香纸喷了以后去闻它的前中后调，再去决定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味道，要么就是你在家里买小样，买一个1毫升、0.5毫升的分装是最有效的，会比去专柜的时候的评价要更加的冷静。但是呢我真的不建议你们种草了某支香水以后去看香评。我昨天浅看了一下，就是每支香水都有很多人在骂，有很多人说根本就不值这个价钱，根本就不值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假肢蜜糖乙酯砒霜，你喜欢的一定会有人讨厌，所以一定要用你自己的鼻子闻过，你才能够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它。第2支呢就是这个 Memo 的莱茵茶柜，24年7月份的时候买的，到现在我喷掉了这么多，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的香水能看出使用痕迹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呢这支也是我2024喷的最多的一支英莱茶柜，我之前好像一直把它读成莱茵茶柜，我会以为它跟莱茵河有什么关系，就是你们看它英文就能知道它是英莱湖，它是在缅甸的一个湖。我昨天查了一下这个湖，然后看了一些它的照片，它是一个非常美的，然后海拔近1000米，被称为亚洲大陆的最后一片净土。这瓶呢也是我为数不多的一瓶桂花香，而且是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觉得它对桂花的还原度大概能够达到60%的样子，留香时间很长，我觉得基本上能够留到8小时以上。但是呢我要先说，它是一个桂花跟马黛茶结合的这么一个桂花茶香，但是呢如果你想要的桂花是那种你在院子里面到了金秋桂花开的季节，你真实鼻子闻到那种桂花香的话，它肯定是不还原不写实的，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香调调在一起，所以它肯定是不可能去100%还原你小时候记忆中的桂花的香味的。这也是很多人骂桂花型的香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但是如果真的需要写实的话，你就直接把桂花摘下来捧在鼻子上闻，它就是那个味道。但如果它是一瓶香水，它一定是有前中后调，一定是有调香师自己的理念。它前调呢是薄荷、香柠檬跟爱好，所以呢你一下子闻上来，它其实是会有一点点柑橘调，带着一点点绿意，就是薄荷跟爱好带来的。但我呢是不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写实的薄荷香味，这个前调呢它消散的非常快，桂花香味和茶香我觉得是从头贯穿到尾的。它的中调呢是桂花、马黛茶、茉莉跟辛香料，它桂花呢用的就是缅甸的桂花，然后茶呢用的是马黛茶，其实它会比较像我们喝的那种红茶，然后里面还加了茉莉，但是呢这个茉莉我觉得加的不多，因为我本人是一个非常晕茉莉味的人，但是我闻这支我是完全不会晕的。这个辛香料呢也是只有一点点，然后我觉得这里面的辛香料其实会让它抒发出它的那种比较清新的香味，而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桂花八角那种香味。它这种辛香的味道会让这支香水闻起来比较清爽，比较清甜。尾调呢是鸢尾、麝香跟雪松，鸢尾呢它就是带着一点点那种我觉得是比较优雅的白花香调，麝香跟雪松它其实主要就是起到一个我觉得偏纯净的感觉，所以它的尾调呢我觉得闻起来是很干净的。我也是闻过好多支桂花香味，包括爱马仕的云南丹桂，还有卢丹氏的夜桂花，然后还有一些国内的桂花跟茶香的那种结合，我也都闻过很多。这支是我目前心中桂花香的第1名，觉得是比较写实的一个茶。它整体我
一闻到它给我带来的画面感，就是在一片有点像桂林的那种山，就是非常的绿，连绵起伏的这种山，环绕着一片湖泊。然后这个湖泊呢，旁边有一些依水而建的建在竹竿上那种房子，有一艘木质的小渔船，上面坐了一个穿那种棉麻的衣服，戴着一顶梭帽的一个姑娘，然后呢在慢慢的划船，吹着那种会响的叶子那种感觉。依水而建的那些房子旁边可能会有1-2棵那种桂花树，那些山上还有一些梯田，这梯田里面可能种的有一些茶叶呀这样子。就它给我的整体是一个这样子的形象，因为 Memo 它本身就是一个法国品牌，基于缅甸的英莱湖这么一个形象，然后它的茶呢用的也是马黛茶，不会是一个非常中式的味道，但是呢我觉得喷它的女生一定是非常的灵动、清亮、清甜，然后又很水润的少年或者是少女的形象。总之它不管是在茶香里还是在桂花香里面，都是我心中的目前的第1名。好喜欢这个牌子呢，它还有好几个味道，我觉得都是我喜欢的类型，比如说像东宫开度和英莱茶桂，都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香味。然后他们家所有的瓶子上面的这个插画都做得非常的漂亮，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第3支呢是帕尔玛之水的这瓶光之玫瑰，在这瓶香水出现之前，我心目中的玫瑰香的 Top 1就是 Diptyque 那瓶 Rose， 但是呢，自从我今年在那个礼盒开箱里面把它拆出来了之后，它现在已经是我心目中的玫瑰香的 Top 1了。而且你们都知道，我很少推荐玫瑰香的香水，因为我自己本身对比较甜、比较女人味、少女感那种传统的玫瑰香是不太感冒的，但这瓶呢就是完全占据了我心目中对玫瑰香的所有的好感。先给你们说一下前中后调，这支它的前调呢是香柠檬、青桔、马达加斯加幻盐草和马达加斯加黑胡椒，中调呢是保加利亚玫瑰跟天竺葵，尾调海地香根草、愈创木、雪松麝香。它这个前调呢，我觉得是我爱这支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下闻到它是一个非常清爽、充满了水汽感的这么一个青桔皮跟香柠檬皮跟一些绿绿的草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比较清爽，带着一点点酸气的那种柑橘调。幻盐草呢，它会带着一点点微微的那种土腥气，它有点像刚刚下雨的草坪，但你闻到的不是那种青草味，它有一点点那种泥土的味道。再加上它的那个马达加斯加黑胡椒，就是它的这个黑胡椒不是我们平时吃到的辛辣的味道，它是能够激发出我前面说的这2种柑橘调原料里面的水汽感。所以呢，我觉得它的前调闻起来是比较 sharp 很清新、比较尖锐的一个水汽感，然后等前调慢慢散掉，你才能够闻到它的整个的主基调就是玫瑰。但它这个玫瑰呢，绝对不是那种一大片的玫瑰花瓣甜甜的向你涌来的那种玫瑰香，它是一个非常绿，然后带着水汽的一个玫瑰。它给我的整个画面感啊，就比较像在一个太阳非常非常好的天气里面，那些光一束一束的照进一个玻璃房子里，有一缸那种冰冰的气泡水、巴黎水，拿着一大捧那种粉白色的玫瑰，带着绿色的枝叶，带着刺，一下子把那个玫瑰摁进那一缸冰冰的气泡水里，水中的玫瑰瞬间哗产生了很多很多气泡涌上来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它叫做光之玫瑰，我觉得非常非常贴切，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柑橘调和它的这些水汽感都可以去代表那个光的味道。然后包括它中调里面，除了保加利亚玫瑰，它还有一个香料就是天竺葵，它也是能够去增强玫瑰的这个青绿感。回到尾调之后呢，它里面的香根草、愈创木、雪松跟麝香，其实都是那种沉稳、柔和、平静，然后又很干净，而且很贴肤的一个味道。所以呢，我觉得这支玫瑰香非常非常的适合春夏，适合那种想要穿玫瑰香，但是呢又不想这个玫瑰香太过于泯然众人矣、过于甜腻的女生。其实它这个玫瑰香到后面会有一点点像我刚才跟你们说的 Diptyque 那个 Rose， 里面也是那种绿玫瑰的感觉，就它整个的玫瑰调都是带着一种绿意的。我喜欢的香水都是有点绿绿的。然后接下来第4瓶就是 Chloe 的这瓶北国雪松。然后其实 Chloe 的整个这个仙境系列，我应该是有4瓶还是5瓶，因为上面全部都是没有中文名的。每一次盲选出来，我觉得最好闻的就是这瓶北国雪松。我觉得这支呢，同样是一个比较清冷柔和的仙女香，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的误区。北国雪松这个名字听起来总让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冷冽、非常雪松的味道，但其实并不是它整个香味的一个主题。雪松的味道也没有那么的强烈，但是我依旧是非常爱它的啊。先给你们说一下它的前中后调。它前调呢是小豆蔻和木质香，中调是苔藓，尾调是檀香木、香根草跟象苔。其实它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层，都是非常柔和妥妥的一个木质香。但是我很爱它的原因就是我闻过的木质香里面最不闷的一个。这瓶呢就属于名字听起来特别冷冽，但其实它本人是一个非常柔和的香味，所以你们想要超级冷的那种雪国的雪松感，这支就是不适合你们的。我觉得它整体呢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冷感香，但是这个冷感冷的非常的温柔，非常的仙气，它会给我一种成都灵的感觉，又灵动又仙气，但是呢又带着一点点坚毅的那种感觉。它叫北国雪松的原因啊，我猜测应该是因为比如说雪国，我们想象中挪威啊这样子比较冷的地方的冬天，它积雪很厚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一些针叶林，它的树都是很高很高的那种大松树，它给我的就是那种松针的感觉。所以呢，这支北国雪松它整体给我的一个画面感啊，它更像是在一个雪国的初冬，积雪还没有太厚，但是呢已经开始下那种漫天小雪的天气。这个女生她穿的暖暖的，走在一条两边都是那种高高的充满了松针的松树道上，然后慢慢的散步，然后地上看到了一棵树上掉下来的那种松塔，把松塔捡起来揣在兜里，走路回家之后把那个松塔
塔拿出来，上面还沾着一点点的那种积雪，然后细细的去嗅闻，它就会有一种暖暖的但又带着冷意的初冬的干净的木质香，不会太甜，又带着一个非常明显的皂感，非常干净的味道。所以呢，你们可以把我刚才描述那个走在松树道上的那个画面中的穿着暖暖的戴着白色帽子的女生，想象成陈都灵的脸，清冷但是又非常的灵动。特别的好闻。然后最后一支呢，它已经不是我的年度爱用香水了，它是我的人生香水，就是这瓶 Diptyque 的水中之影。其他的香水我都有查到资料做的笔记，这个水中之影我基本上没有写什么字，因为我觉得我介绍过它太多遍了，我已经倒背如流。然后也是因为这瓶香水，我开始爱上了黑醋栗叶、香柠檬、粉红胡椒这几个香调。一吸入魂，我觉得我这瓶可能时间有点久了，它已经有点跟以前有点微微的不一样了。这瓶水中之影它里面的香料，香柠檬、黑醋栗叶、黑加仑叶、粉红胡椒、玫瑰、麝香、龙涎香，它是一个我心目中最绿的味道。我就直接给你们描述这瓶在我心中的画面吧。就在一个比较凉快的夏天，你走进了一个长满了参天大树的大大的树林里面，因为刚刚下过雨，所以呢它会有一点那种潮湿的泥土的感觉。然后你走在里面，走着，地上有非常多那种灌木丛、小草丛，然后你拨开，慢慢的在泥泞的这个土地上走着，走到前面看到了一片小小的湖，这个湖里面呢有2只正在湖上自由的游泳的黑天鹅，然后你走到这个湖边，蹲下来拽了一把湖边长满了的那些绿色的植物，把它们放在那个湖水中，唰一下把所有的植物根茎全部都给它们掰断的感觉，绿色的那种植物的汁水跟那种黑加仑的那种浆果香全部迸发出来之后，然后一回头看到了前面有一片绿绿的玫瑰园，那种感觉非常的清冷，非常的湿润，非常的清新我不知道该如何再给它更多的描述了，但是它就是我的人生香水。它会比较湿润，比较水气，比较锋利，带着一点点辛辣，带着非常强的绿意，带着一点点那种根茎湿润雨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为什么说湖上有2只黑天鹅，就是它给我一种不是那种白天鹅的纯净，它是那种黑天鹅的神秘优雅感。但这支香水呢，讨厌它的人也非常的多，哪怕是我的人生香水，你也有可能一闻就晕，因为香味它本来就是一个记忆的载体，所以我每次一闻到这个香味，它就会立刻把我拉回到有一年我住的悉尼的叫做什么 Roslyn 那条路，金属栅栏的那种门的那栋民宿，刚刚下过雨，民宿的房顶都是黑色的，栅栏也是黑色的，墙壁是白色的，走进去还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太好闻了。好了，就是这样。这个瓶呢，就是我的年度爱用香，带了一支我的人生香水，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然后记得一定要自己鼻子亲自闻过再去做决定哦。拜拜。